本宫为何历尽全无？不对，这味道是香有问题。竟是如此大件吗？怎么突然就走水了？皇后娘娘还在里面，可怎么办啊？这么大的火，还是凶多吉少吧。陪葬，还真是一语成谶。这场大火来得蹊跷，深宫之中人鬼难辨，究竟是意外还是人祸？难道本宫真要葬身于……不，哪怕烈焰焚身，我也要涅槃归来。本宫绝不认命。太后崩逝，皇后娘娘让我们陪跪6日。既与太后姑侄情深，皇后娘娘应该陪葬才是。官家驾到！垂帘听政10载，太后的女帝梦终究是碎了。太后临前，官家当存人子体统，切莫失了仪态。臣子，朕做了他10年的傀儡，你不就是为了逼朕，想让朕准你那姑姑葬入皇陵吗？你又与朕谈何体统啊？请官家依祖制，奉太后灵柩入葬。朕要是非不的！葬太后入皇陵。太后家本故事简微，如今你能依靠的，官家都走了，还跪什么呀？莫非都要学顾氏忤逆圣意？是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他对你的爱呀，空的、假的、虚幻的。本宫依然在凤院，区区贵嫔也敢妄议帝后。你到头来还不是气候？你不是醉生下棋吗？如今做弃子的滋味如何呀？官家与皇后娘娘说来也是少年帝后，这2年却因为顾氏和太后的关系貌合神离，生分至此。
孟贵嫔的兄长为官家在前朝肃清了太后势力，如今他在后宫中也是风头正盛，这后宫还是要变天了。糟了，如此凶相，必有大劫。娘娘，您再忍耐些，他已经快来了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许之跪久了，有些头晕。林生，你去帮本宫倒杯水来。是。本宫为何历尽全无？不对，这味道是香有问题。竟是如此大劫吗？怎么突然就走水了？皇后娘娘还在里面，可怎么办啊？这么大的府，还是凶多吉少吧。陪葬，还真是一语成谶。这场大火来得蹊跷，深宫之中人鬼难辨，究竟是意外还是人祸？难道本宫真要葬尸于……不，哪怕烈焰焚身，我也要涅槃归来。本宫绝不认命。本应身受灼烧之痛，为何周身如此冰冷刺骨？快来人呐！父亲落水了！快来人呐！本宫要活下去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快来救本宫！父亲，父亲，你怎么了？父亲。丙午年2月18，皇后娘娘崩逝。本宫崩逝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本宫为何会在此处？还穿着这身？风清，你终于醒了！你都昏迷3日了。大的，你是何人？凤清，你怎么了？她叫本宫凤清。本宫怎成了这般模样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昏迷3日了。你怕不是落水脑袋烧迷糊了？这里是上医局啊。3日前你失魂落魄的跳进了荷花池里，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啊？难道说，这凤清轻生溺毙的那一刻，本宫以她的身体借尸还魂了？怎会有如此猎奇之事？幸好你吉人天相，你都不知道这3日发生了多少事情。太后灵堂走水，皇后娘娘意外葬身大火里了。意外？不，这绝不是意外，得找个机会查验一下。哟，真是醒了，胆子倒是不小，居然敢自尽。文心，你来。凤清自尽，
想必身陷困境，我须得小心周旋才是。赶紧去趟兰芷宫，给婉贵妃送亲蚕里的居衣。是，婉贵妃。你昏迷的这几日，官家已将先皇后的妹妹生成了婉贵妃，你莫要叫错了主子，丢了性命。是，婉儿都升贵妃了，我正好趁此机会去看看婉儿。把这契合拿好，否则拿你是文。是。让我去吧，奴婢休养了3日，身体已无大碍，任凭长侍差遣。哟，头回见你主动讨要差事，也罢，你性情老实，办事妥帖，那就你去，千万记得，你要亲自呈给婉贵妃，不得假手于人。是。他为何特意叮嘱我不能假手于人？难道这衣服有问题？紫锦花粉，婉儿自小对此物过敏，一旦沾身，恐性命不保。究竟是谁？德贵嫔、曹嫔、苏婕妤到。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无需拘礼，都坐吧。贵妃娘娘如今已是妃嫔之首，又主持亲蚕礼，应是人逢喜事，怎的瞧上去还是病怏怏的？长姐崩逝，本宫夙夜难安，难免失了精气神。臣妾备了些血燕和千年老参，为婉贵妃调养玉体。如今凤位空悬，娘娘想必不日就能入主中宫，要养好身子才是。苏婕妤出身商贾，果然出手大方，当真是对贵妃娘娘上心呢。只不过立后一事，姿势体大，妹妹你这般妄意圣上心思，该当何罪啊？贵妃娘娘，臣妾知错，臣妾万死。我身为永福宫主位，自然是不能看着你失分寸犯错。娘娘，请用茶吧。口舌之师便以口舌受惩，小惩大戒，以免将来酿成大祸。曹嫔娘娘，臣妾知错，贵妃娘娘，求你。苏婕妤既已跪地认错，不如罢了。私议凤位一事，若是传到官家耳朵里，怕是连娘娘也要受到牵连呀。妹妹，这云雾贡茶凉了，可就不好了呢。你竟敢！臣妾知错，禀贵妃娘娘，上衣局宫婢求见。许是上衣局送居衣来了，传。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婉儿素来铁汉，如今身子似乎又虚弱了些。亲蚕礼是头等大事，若是居衣尺寸不合，有损娘娘威仪。回娘娘，上衣局日夜赶工，万不敢在居衣上出差错。娘娘不妨试一试，万一有什么疏漏，也好及时弥补，不是？
这居衣样式好生特别，贵妃娘娘不如穿上，让我们开开眼。娘娘快试试吧。此衣华贵，唯娘娘风姿可与之匹配，娘娘穿上必定光彩照人。想要害婉儿的，难道是曹丕？我记得曾在这儿见过蛇舌草，它的草根可以去紫锦花粉的毒性。这本该是姐姐穿的，睹物思人，让诸位姐妹见笑了。医生，先拿下去吧。是。慢着。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贵妃如今一阵风便能吹倒，亲残礼怕是胜任不了，不如由本宫代劳吧。亲残礼向来是中宫之责，如今长姐才去，若本宫将此礼转交他人，又怎对得起她？皇后已崩，贵妃身体又不好，本宫也是为着大局着想。放手！这是贵妃的举衣。孟贵嫔，这不合礼法。大胆，你这贱婢！娘娘明鉴，陈长侍特意交代过，居衣不能假以他人之手。贱婢，本宫还比不过上一局区区一个长侍。张嘴！娘娘息怒，这居衣是为婉贵妃量体所裁，怕是不合娘娘的身，还请容上一局为娘娘缝制新的居衣。这话说的倒是实物。那便如你所言，为本宫赶制一套新的。是，奴婢领命。既无事，本宫便先告退了。臣妾告退。别在这脏了我们兰之宫，还不快滚回去，给孟贵嫔赶制新衣去吧。燕生是，罢了。我与孟贵嫔的争执不在于一个宫婢选择谁，莫要为难她。娘娘温柔良善，若是皇后娘娘还在，定不会让您受如此委屈。是，本宫终究不如阿姐。本宫乏了，回寝殿吧。是。起来吧。婉贵妃明鉴，奴婢方才只是侍疾从权，并没有攀附孟贵嫔之意。无妨。你的脸怎么脏了？擦擦吧，赏你了。多谢娘娘。社稷灵堂大火之日尚未查清，若贸然相认，恐将婉儿也牵扯到危局之中。不如借凤卿身份潜于暗处，伺机而动。你我姐妹虽暂时不能相认，但属于你的亲残礼，阿姐必为你夺回来。官家回宫，闲人避让。
即重来一次，我绝不会如往昔般隐忍。玲珑初开，百子待落，纵是满盘死局，我也要只字破去。也不知灵堂被烧得有多干净，要是能捡到先皇后的珠宝首饰，咱们就发了。其余皇后遗物，对皇后不敬，该死！原以为归京吊唁公墓，便能再见你一面，可我日夜兼程百里，等来的却是你的一捧冷灰。阿姐，我们已经5年未见了，你为何不等等我？冰蚕丝锋利无比，寻常绣品中极少有，为何会出现在灵堂大火之中？哎，小宝贝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放手！你要做什么？这里是宫婢居所。宫婢居所是吧？这上一局原本就是咱家管的店，咱家这次来是专门寻你来的。历年上一类只一位是宦官出身，姓孙，后来升任司礼监。大人，你且松开奴婢。既然大人是来寻奴婢的，那不如大人高坐在上，容奴婢好生伺候。陈长师说你想通了，果然死过一回之后，脱胎换骨啊！原来孙内侍勾结陈长师，想糟蹋风情，怪不得他要轻生。哎，大人，奴婢有个花样，不知大人可想一试啊？是，得试试。哎呀，我一进来就闻到你一个小浪蹄子身上那股子骚味儿。大人莫急，当心折了性子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招？哎呀，咱家怎么看不见了呀？啊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绞杀呀，最忌急劲儿。在这宫中，没有本宫不敢为之事。本宫一是孙内侍为官不正，宫中犯奸，触犯宫规，绞杀令，本宫给你个痛快！在本宫眼里，
没有来时仇，只有现世报。这些年我随军行医，救了众多将士，却救不得归于光江的你。阿姐，皇家凉薄，若有来世，与你化河咸鱼，不再困于樊笼。历经时，你所赠香囊，我日日不曾离身。没想到当年一瞥，竟是天人永隔。阿姐，若是有人迫害于你，便是踏碎这九重宫阙，我也让整个后宫为你陪葬。该在军营吗？看你这衣着，应是上衣局的吧？一介宫婢竟敢夜半杀人，抛尸井底，可知当是死罪？看你的衣着，并非宫中之人。外男在宫禁时分出现在后宫，你可知也是死罪？这小宫婢竟丝毫不慌，还能反唇相讥。我是否要与阿轩相认？既被你发现了，不如学你一般，杀人灭口。看你这衣着，应是上衣局的吧？一介宫婢竟敢夜半杀人，抛尸井底，可知当是死罪？看你的衣着，并非宫中之人。外男在宫禁时分出现在后宫，你可知也是死罪？这小宫婢竟丝毫不慌，还能反唇相讥。我是否要与阿轩相认？既被你发现了，不如学你一般，杀人灭口。抛个尸也能留下罪证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宫规森严，私下祭祀，其罪当诛。若大人肯放我一马，我便当作从未见过这罪证。今夜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我互不相欠，如何？这个宫婢生死关头面不改色，敢要挟于人，倒是颇有胆识。罢了，他很快就要回军中了吧？还是别让他趟这趟浑水。一张破纸就想威胁我？你知道我是谁？这外头的侍卫很快便要寻到此处，若我高喊一声将他们引来，大人，那盆祭祀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吧？雕虫小技，还想算计我？大人误会了，既然你我互不信任，那便互拿把柄，当作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大人，千万不要做损人不利己之事啊！那个蚂蚱如何称呼？凤青。这宫里死个人简单也不简单，何况还是司礼监的内侍。你先活过这一关，才有资格跟我在同一根绳上。这纸钱是为我烧的吗？小时候总跟在本宫身后的少年，
何时变得如此凌厉？陈长师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奴婢是前来问长师，明日何时去送居医？看这样子是把人伺候好了。这脸蛋生得勾人，难怪孙内侍喜欢。之前送去那些假装清高的小贱蹄子，一个都不中用。还是你懂事儿，这清白哪有性命重要？明日某时，你随我去送居医，待孟贵嫔满意，孙内侍再替我美言几句，我这4锦的前程就不远了。哎呀，原来孙内侍是你引来的，那他黄泉路上怎能少了你这恶人陪葬？吃的倒是快，上医局果然没让本宫失望。赏是，多谢娘娘。九凤嫡文，此乃皇后懿旨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奴婢不知，不可能！许久未做女工，连这点功夫都不稳了。当年教上医局绣九凤嫡文的，可不正是本宫这双手？不可能，娘娘，奴婢入宫20年，岂得不知服侍僭越是死罪？奴婢冤枉啊！冤枉？难不成这嫡文是自己长上去的？是你！昨夜亥时，我检查过居医，在那之后，我只见过你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今日头回见这居医啊！昨夜在脂坊，定是你后来绣了嫡文栽赃我，贱婢！我够了。你是那日去兰芷宫送居医的人？正是奴婢。娘娘明鉴，这九凤嫡文乃先皇后亲自设计，素来唯有上医局长侍才会绣。我一个小小的宫婢，如何绣的？就是你，娘娘，就是这贱婢做的。娘娘，陈长侍到底有官职在身，不如我们先处死那个宫婢，给孟贵嫔一个交代。长侍，我可以替你冤死，但这杀头的祸事，若说是奴婢所为，谁又会信？死一个宫婢，你当孟贵嫔是傻子不成？况且那日，正是这婢子劝到孟贵嫔松口重治居医，才让她消了气。娘娘明察秋毫，若非您洞悉缘由，奴婢就算浑身是准，那也说不清了。你身为上医局长侍，居医由你所治，由你保管。如今出了岔子，你是如何也难逃罪责。现在还要攀咬他人，足见其心有意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饶命！真的不是我呀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啊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不是我。娘娘，我是冤枉的！娘娘，有人栽赃我！娘娘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是你陷害我！你此时可知清白和性命哪个重要？娘娘，有人栽赃陷害啊！吵吵嚷嚷，让人连连听见，把他给我陈长侍，你作恶多端，本宫这就付你神毒。后宫杀机四伏，我如今身份定位，只有先自保性命，
才有机会继续调查大火。大火绝非意外，不知这里是否会留下些线索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你去帮本宫倒杯水。是。那迷香只能让我脱离，若幕后之人布下死局，应有后手之我于死地。我那时并未靠近过这主家，他是如何倒下的？其中定有蹊跷。既无其他线索，就从此香的来历查起，或可顺藤摸瓜。冷贵妃娘娘，你都跪了几个时辰了，身体哪经得住啊？哎，娘娘！官家，冷贵嫔因介绍法师一事，在殿外请罪，已在烈日下跪了大半日了。他喜欢跪就让他跪着，朕倒要看看他诚心如何。娘娘。朕找你来是想问问，近来内侍局办事有所欠缺，你可有察觉？上食局送的吃食略有些简单，上一局的针脚也。若长姐仍在，后宫必定井井有条。可惜婉儿不能为官家分忧。你也想学你姐姐，做皇后？臣妾绝无此心。长姐心怀天下，婉儿远不能及。婉儿心随官家牵动，只是不知做什么，才能为官家分忧解乏。如今中宫空悬，6宫待理，贵妃可愿代设凤仪，暂掌后宫诸事？臣妾惶恐，承蒙陛下垂爱，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审问。亲残礼之事，你可要好好操持。禀官家，顾玄顾大人求见。臣顾玄拜见官家，婉贵妃。你我自幼一同受教，何必行此虚礼？臣未得圣谕擅自回京，先后听闻姑母与长姐死讯，纵使抗命受死，也定要赶回来，请官家恕罪。突逢如此变故，朕怎会因你擅自回京治你的罪？姐姐贵为皇后，竟被活活烧死于宫中，臣实在哀痛难平。当年你随军北上，临行前，朕答应你，会照顾好献皇后。你如今这般，可是在怪朕没照顾好她。长姐先逝，官家必定也是心痛，只是大火无情，又怎能责怪官家？献皇后那场大火，朕定会给你姐弟2人一个交代。谢官家隆恩。官家，二姐素来为寒体弱，如今长姐已逝，臣恳请陛下恩准，容臣暂留宫中，为贵妃调养身子。你自幼熟读医典，在军中救死扶伤，这么些年也没荒废本事。即日起，便留任太医署，好生照顾你阿姐。多谢官家。婉贵妃如今执掌凤印，事务繁多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谢官家。微臣告退。你以为长跪殿外就能免去责罚？臣妾不敢。
先皇后因灵堂大火殒命，相关人等都罪无可恕，祈福的法师更是难辞其咎，罪当凌迟。不是的，官家，法师是臣妾引荐的，臣妾愿承担所有罪责，自请入冷宫。臣妾只求免去法师死罪，也算为娘娘祈福。自请入冷宫？先皇后仙逝后，臣妾便事事为其诵经。许是为先皇后祈福，那朕便准了，免去法师死罪，命其为先皇后守灵。而你去冷宫为先皇后诵经，非诏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臣妾领旨谢恩。凡事一体两面，福祸相依，用一人枷锁换白骨生还，万幸，万幸。皇后死了，顾家只剩一个弱不禁风的顾婉。前朝后宫都说本宫该继后位，如今倒好，她不止主持了亲残礼，还代掌了凤印。凤印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先是居医过敏的事办砸了，害得本宫要亲自去兰芷宫抢亲残礼，结果上医局连夜赶制的工艺又出了岔子，你处置个长事就想了事？娘娘明察，这福至监狱，罪当处死。臣妾担心他会供出娘娘，索性杖杀了他。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。娘娘，那你为何不严加审问，让他供出顾婉那个贱人？这才是为本宫铲除一心患。陈长史既行此事，定已存了死志。即便是他背后有人指使，恐也难以供出。当真如此，曹丕，你杀了他，没存半点私心。娘，臣妾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绝不敢背叛娘娘。你，本宫之前所有的准备全部功亏一篑，眼睁睁看着那个贱人疯狂，本宫实难咽下这口气呀。娘娘放心，3日内若查不出真相，臣妾愿受任何责罚。本宫的规矩里，废物不配活着。给你1日去查清楚，我要知道此事乃何人所为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听懂了吗？是。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芙蓉糕，特意叫上市局做了些，还嘱咐他们一定要用新磨的糯米粉，尝尝，可还是你记忆中的味道。
是，也不是，不是。宫里常用的线香，几乎都在这儿。看来那迷香多半来自宫外。若是宫外之物，我又该从何查起？大火前7日，邻居冰蚕寺的祭楼被人撕毁。果然，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为之。上一局所有人于院中站好，听候问话。这上宫局的李司正可是个活阎王，专管审讯，手段极其骇人。本官奉孟贵嫔之命，彻查九凤嫡文一案。真凶一日不查出，上一局宫门一日不得开，衣食住行皆由上宫局接手。本官有的是耐心。看来陈长师之死未能让孟贵嫔罢休。若是如此，怕是几日都出不去，可是个大麻烦。两两进入案牍室接受询问，举报者有赏，知情不报者同罪。我看见了，是你杀了孙女士。下一组。拿下宫婢凤卿！居然是他！宫婢凤卿，你可知罪？奴婢不知何罪之有，还请大人明示。有人告发你昨夜晚归，行迹可疑，你去了何处？可是在偷偷绘制嫡文？大人明鉴，奴婢昨夜是调丝线去的，这才回来晚了。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？九凤嫡文是你绣的？大人明鉴，九凤嫡文所需绣迹巧夺天工，绣样更是唯有历任长侍和上衣令才会有，奴婢怎会知晓？奴婢若是有这技艺，怎么会把手扎成这样？昨日晚归，手上又有伤，难不成这都是巧合？用刑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此前我只是高看他，这一劫他怕是躲不过。大人饶命！奴婢招！奴婢招！奴婢手笨，修功不佳，被长师训斥，就连孙内侍也因为此事责罚过奴婢，奴婢这才夜夜苦练修功。奴婢不说，只是怕因为愚笨被赶出上一局。孙内侍，司礼监的人。禀大人，孙内侍升任前曾任上衣令。如此说来，九凤嫡文的绣样，他也知晓。随本官去孙内侍房中搜查。走吧。他原来是故意卖个破绽，祸水东引，倒是聪明。看来我也能很快脱身了。司正大人，尚未寻到司内侍，但这……
入侵先皇后。孙内侍，你死有余辜，正好为本宫做个替死鬼。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大人明鉴，那奴婢可算是清白了。大人，孙内侍找到了他的尸体。站住！尸体竟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你随我同去，认个尸。是。真吓人！禀司正大人，今早国人打扫冷宫，闻见京里股臭味，这才发现了尸体。看官袍，应是孙内侍。你昨夜去送司宪旨，可曾见过孙内侍？大人，这好像是什么祭祀之物。孙内侍仰慕先皇后，不满娘娘主持亲残礼，便与陈长侍合谋，在绢衣上绣九凤笛纹，而后他便畏罪自杀，追随先皇后而去。是，微臣还在冷宫院墙下发现了祭祀之物，应是孙内侍自知身犯死罪，祭祀之后便投井身亡。哼，一介龌龊阉人，竟还想学男人深情。娘娘可要将此事禀奏官家？这点小事也要去劳烦官家？事情查清楚就行。李司正差事办得不错，赏。谢娘娘。大人当真厉害，不过1日就将案子破了。倒是有些过于顺利了。尸体脸烂成那样，属下都不敢多看。可大人您却能迅速断案，属下佩服。孙内侍昨夜绘制笛纹，祭祀后身亡，短短几个时辰，尸体的脸会腐烂到辨认不出。安排仵作秘密验尸。你回上衣局密查宫婢胭脂，尤其是凤青。是。凤青，这香的味道，竟和那日灵堂的一样。文心，你在做什么？不是我没有告发你，不是我告发的你，凤青，不是我。你误会我了。我看到你杀了孙内侍，但我没有告诉李司正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是孙内侍折磨我时留下的，如果不是你杀了他，可能今天没命的就是我了。凤青，谢谢你。你竟还有这般遭遇。这是什么香？这是西域的安神香，燃在床边便能快些入睡。西域安神香？你一个上衣局宫婢如何得来？这是我妹妹问堂在苏洁仪宫里当差时送给我的。苏洁仪，这香可会令人头昏无力。
染久了是会有些头晕无力。怎么了？司正大人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又出了什么差池？凤青，你的胭脂呢？宫中的胭脂是一季一发，上一局的胭脂是上月所发，都没用多少，除了你。我的胭脂在我起夜时不小心打翻了，大人问我胭脂是为何？奴婢可以作证，我亲眼看到凤青打翻了胭脂。你确定是你亲眼所见？是。证词不足为信，熬过刑讯才算数。把凤青押走，回去慢慢审。你暗示本官孙内侍知道狄文的秀发，我也在他房间里找到了先皇后之物，紧接着他的尸体便被人发现，这一切查得也太顺了。能迅速断案是大人的本事，和奴婢有什么关系啊？尸首的脸被撒过蜜糖，才会在几个时辰内被鱼虾啃得面目全非。你如此做，无非是想毁掉杀人痕迹，但你在杀人时打碎的胭脂，刚好粘在了孙内侍的裤脚上。大人刚刚所言皆为推测。看来，不用刑，你是不会说实话了。奴婢百口莫辩，只是不知大人是否做好准备，向孟贵嫔承认查错真相。你威胁我，本官处置一个宫婢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奴婢死不足惜，但是一个能帮助大人升任上宫的得力之人，总好过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您说对吗？凭你一个自身难保之人，大人在此位置蹉跎10年，皆因10年前曾重罚了前太监总管、皇内侍的对食宫女，此后您便再无升迁之机。你怎会知晓这些后宫秘事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若大人认定孙内侍的死乃我所为，我既有能力做得天衣无缝，对大人自是有帮助的。若大人肯借我一场东风，我必还大人一条青云之路。寻常宫婢怎会有如此谋略和气魄？我凭什么信你？永福宫的苏婕妤，我知道她身上一些破绽，大人只需将我送到永福宫，3个月内，我必定助大人再立奇功。你这样吗？在苏婕妤那儿就是找死，根本活不过3个月。大人只需将我送进去便可，3个月内，我若做不到，任你处置。